通过放蛊、诅咒、仪式、符咒等手段，达到谋杀、治病、迷惑、治灾等目的，使人在不知情中受害，让相爱的男女反目。它常用于对付仇敌或报复，也可用于治病、驱邪、防御和反击。黑巫术又称黑魔法，许多人对它了解不多，主要来自传闻和故事。传闻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在晚年创建的507所，与他在加州理工大学火箭研究小组期间合作的一位黑魔法师有关，既相信人类的意念力能够引起物质变化。大家好，我是李清泉，今天和大家聊聊与黑魔法师 Wilder Edwin Selden 的对话。我们在一个小镇边的老屋见面，我提前准备好了3杯咖啡。随着谈话的深入，这3杯咖啡竟然成为了一场神秘现象的见证。以下是我们部分对话的记录。那为了方便理解，我们简称它为 V。通过 V 的讲述，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神秘且未知的世界。声明：以下内容均为 V 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啊。问 V： 黑魔法真的像外面说的那么不堪吗？ V 回答：恰恰相反。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和美洲的大规模猎巫事件表明，解释权永远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他们可以随便定义威胁其权力的事物，并将一些神秘学问污名化。普通人对黑魔法的理解很大程度是通过权威的言论和恐惧塑造出来的。接着问 V： 那么黑魔法真的具有谋杀、治病、迷惑等超自然能力吗？ V 回答：黑魔法的作用不是简单的有或者无，它更多的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的心理、感受和行为。那诅咒、符咒和仪式可以在目标的潜意识中植入指令，让他们逐渐改变原有的轨道，甚至自伤或伤人。其真正的威力在于操控人性的弱点，激发恐惧、愤怒和猜疑，最终让目标陷入无意识的支配之下。问 V： 所以黑魔法和人的心理环境有深层的联系？V 回答：没错，黑魔法的核心在于利用人的内心世界和周围的环境作为媒介。那施法者如果了解目标的心理弱点的话，就能通过细微的调整，让目标陷入精神的漩涡中。比如一对信任彼此的恋人可能在不经意间因为某种暗示而开始怀疑对方，最终走向分裂。这不是直接的物理伤害，而是精神上的操控，让目标在混乱中走向自我毁灭。那我接着就问说，所以有些黑魔法更多是通过心理和情感干扰，而非直接的物理攻击吗？ V 回答：是的，黑魔法常常通过激发内在的阴影，改变人的判断和决策。原本就和睦的伴侣会因为诅咒而互相猜疑，朋友变成仇敌，这一现象不再是偶然，而是目标的内心被巧妙扰动的结果。就黑魔法师不需要亲自去伤害，就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问 V： 那么所谓的物理伤害是怎么实现的呢？ V 回答：黑魔法并不是瞬间制造出灾难的幻术，而是通过一步步隐秘的手段影响现实。施法者通过特定的符咒和仪式，在受害者的生活埋下不幸的种子，比如让你小意外和突发疾病频繁的发生。这些看似偶然的灾祸，实际上是有意引导的能量流动。久而久之，受害者的健康和精神被侵蚀，难以承受。复杂的黑暗仪式甚至可以引导更强大的能量，导致剧痛、重病甚至死亡。然后接着问我说：这听起来匪夷所思，科学无法解释吗？V 回答说：黑魔法超越了传统的科学范畴，关注的是情感、意识和自然界深层的无形的力量。就像强烈的情绪会削弱免疫系统、损害心脏一样，黑魔法通过激发和放大情绪与潜意识的波动，改变受术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符咒和仪式赋予能量方向性，使其有序流动，通过情感和精神通道侵入目标身心。施法者通过精心设计的仪式，将能量引导到特定的方向，让受术者陷入暗流涌动的生存困境，就是一直倒霉呗。然后接着问说，这些符咒与仪式是如何传承的？背后是否有历史和法则？V 说，黑魔法源自古老的文化和神秘的传统，经过岁月的沉淀，形成了丰富的智慧。它从中世纪到近代，从欧洲的密宗到新大陆的秘密团体，不同的传承通过口耳相传或古籍记录。许多仪式隐藏在密教、秘密团体或家族传统中，想要进入的门徒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净化与启蒙，才能掌握完整的知识。但这些法则往往
它就强调一种平衡，你要控制能量，就要承受后果，滥用也可能会反噬自身。每个符号、咒语、献祭和诵读都有特定的用途，施法者必须精准的掌握才能驾驭。问微听起来黑魔法不仅涉及操控和伤害，它还涉及哲学和道德，它真的能跨越时间和空间影响命运吗？微回答：确实如此。黑魔法不仅通过物理手段，更深入命运的网络，通过干预潜意识和心灵节点，黑魔法悄然改变未来的走向。它不是瞬间改变事件，而通过细微的变化，让受术者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的选择。这看起来很玄妙，但有深层的逻辑。如果一个人的决定受情感和认知影响，而黑魔法又能控制情感和认知，自然就可以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施加影响。接着问微说，那黑魔法能逆转既定的结局吗？比如逃脱灾难？微回答可以。逆转命运是黑魔法最神秘的部分，它不是通过时间旅行或者说直接的修改事实，而通过心灵和能量的调动，引导目标在危机中产生不同的心念，避开厄运。黑魔法是时间是非线性的存在，也就是说，过去、现在和未来如同交织的能量网，通过特定的仪式，施法者可以触及这张网的节点，影响决策过程，让受术者在关键时刻产生灵感或清醒，巧妙避开命运的陷阱。问微，所以这种逆转靠的不是外在干预，而是内心的引导，对吗？微回答：是的。黑魔法的神奇之处在于看不见的精神操控，让人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的反应模式。它让受术者以为所有决定都是出自自己的内心，却不知道背后力量在操纵它。相比刀剑，这种影响更隐蔽也更可怕。问微，那如此可怕的力量也能用于自保或反击吗？微回答：黑魔法不仅用于控制和伤害他人，也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甚至反击那些伤害你的人。很多人对黑魔法的理解通常局限于其恶意方面，但它也可以是一种自卫工具，尤其是在无法反击的情况下，通过黑魔法，你可以悄无声息地改变事物的走向，避免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问为这种让我想到了黑魔法与白魔法的对立，白魔法是否更倾向于治愈和守护，而黑魔法则偏向于操控和破坏？微说大致如此，白魔法以善意和平衡为核心，调和宇宙能量，治愈创伤，维护秩序，而黑魔法则汲取黑暗情绪和恐惧，以欲望为引子，操控阴影力量。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善恶对照，黑魔法只是一种工具，用途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就如火可暖身，亦可焚城。问微，如果普通人想避免被黑魔法侵害，有什么方法？微回答说，内心坚定和保持清醒是最好的防线。黑魔法喜欢控制脆弱的人，提升自我意识，管理情绪，可以有效地降低被施术的风险。另外，佩戴护身符，定期净化身心，通过冥想平衡自身能量，也能有效地增强抵抗力。如果怀疑自己被诅咒，那应该尽快去寻求有经验的人帮助，通过特定的仪式化解这些影响。继续问微说，你提到的黑魔法不仅涉及人类的存在，还牵扯超自然非人类的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可以打开世界的边界，让异类介入？微说，没错，黑魔法不仅操控人心，施法者还可以通过仪式召唤超自然实体，比如说恶灵远古存在或不可名状的存在。那这些非人类的力量，它不受人类的逻辑和道德约束，一旦被引入现实，会对时间、空间和物质法则造成巨大的扭曲。有详细的记录表明，某些黑暗力量曾让风调雨顺的田园瞬间遭遇数年饥荒，或使时间错乱，现实如镜子般裂开，包括瘟疫。问微，这些存在不在乎人类的善恶，只因为施法者提供了特殊的养分？微回答，你说的对，这些非人类存在不基于善恶形式，更像宇宙冷漠的力量，只因能量平衡或自身规律而行动。那黑魔法师通过复杂的仪式为他们提供养分，这些养分可能是灵魂的片段、强烈的情感波动或独特的精神能量。这些存在则以扭转现实、赋予施法者力量为交互条件，施法者获得力量，但也可能遭到反噬。这不是人情往来，更像是一场无情的自然循环。问微，那你之前说历史上的很多诡异事件或巨变，或许都是这些交易的产物，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黑魔法并非独立的学问，而是一条让人类与异界力量勾连的途径，随时可能撼动我们的时代和信念呢？微回答，正是如此。如果有人通过黑魔法与这些存在定下契约，他们的命运往往不再属于凡人，
一城一国一族的兴衰都可能在一场隐蔽的仪式中被决定。这些非人的存在不在乎我们的道德，也不关心我们的痛苦或愉悦，只遵循自身的需求。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黑魔法与超自然存在的关系，就像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在决定前，请慎重考虑，你是否愿意以自己的灵魂和命运为代价，换取未知的力量。此时，我的朋友提出请求说：“你能演示一下黑魔法的能量吗？我很好奇。”我们3个人坐在透明的玻璃茶几旁，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咖啡。突然，他面前的咖啡缓缓向我们的方向移动，就这样移动过来。我仔细地检查过茶几，也确认它是普通的玻璃茶几，咖啡也是我们自己带来的。若不是高超的魔术手段，那便是另一种力量在作怪。问威：以你们黑魔法的视角，如何看待世界运行的规律？威回答：在我们看来，世界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由善恶分明的道德框架支撑，更像是一台精密的机器，无数的事件、人物和命运如同齿轮，它相互咬合，微小的能量波动就能引发连锁反应。在我们眼中，宇宙没有绝对的正与邪，只有各种力量在悄然运作，有时为某人带来机遇，时而让他人陷入困境。但请记住，这不是有意的偏袒或惩罚，而是因果与能量交换的自然规律。有人用黑魔法干预命运，实际上就是通过仪式、符咒和精神专注，重新分配原本平衡的能量，把属于你的分给了他，把属于群体的分给了个体。当你真正掌握这种规律，就能通过微小的改变撼动整体的结构，拓展对世界的深层运行规则的理解。问威：你见过真实的灵异事件吗？威回答：我见过。有时候灵异现象并非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而是在深夜里感受到的空气的粘稠，听到无形的脚步声在走廊回响。这些看似虚幻的现象，其实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黑魔法可以沟通这些能量，放大或引导它们为己所用。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体验可能是幻觉或是精神疾病的验证，但对术者却是实证。问威：这个世界是否存在一些只有你们黑魔法师才能知道的秘密，普通人永远无法触及的？威回答：确实如此。这些秘密不仅仅是传说或隐藏在阴影中的东西，而深藏在我们长期忽视的现实层面。回溯数百年前的欧洲，当宫廷和议会试图用宗教法规重塑社会的秩序时，一些能影响心灵和命运的学位悄然潜伏。那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知识被有意的隐瞒或被诠释者扭曲，逐渐成为普通人眼中不能正视的禁区。但这些古老传承不仅是传说，它们指向深层的能量流动和自然法则。真正理解这些力量，需要严谨的修行、冥想和仪式，让意识超越五感的限制。许多被历史遮蔽的事件以及操纵世间的隐秘之手，我告诉你，他们从未消失，只是换了面目，不在光天化日下现身而已。自然界中蕴藏着无数的未解力量，隐藏在植物的枝叶、矿物的纹理、季节的变迁和星辰的运行中。这些力量并非虚构，就像河流深处的暗流，无法轻易被人们察觉。黑魔法师之所以能与这些看不见的存在交流，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所见识只是冰山一角。我们通过符咒和仪式，将无形的力量转化为有形的结果，用意志和信念改变既定的轨迹。最关键的真相是，意识本身能够塑造现实，这点应该你最清楚。强大的意志和坚定的念头，像无形的刻刀，能够在能量层面影响外界。一个普通人想要了解这些秘密，就像走进一片古老的森林，这里有奇迹，但也有陷阱。力量、诱惑与危险并存，必须付出代价，而不是说你要选择付不付出，而是必须要付出代价。我并不是在炫耀这些能力，只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知道这些秘密，也必须准备好为自己的选择承受后果。问威：你说的能量是什么？如何感知和运用？威回答：能量不是普通的物理能量，而是意识、情感和宇宙隐秘立场的总和。他说，每个人都有这种能量，只是大多数人在无意识的使用。通过冥想、专注和自省，人们可以逐渐的感知自己的气场。当专注度提升，能量就会随着意志而动。借助特定的仪式，施法者将无形的力量转换为有形的影响。跟我的修行者脾气是不是很像？问你提到灵魂转移和能量转换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一个关键啊。微回答：并不是所有的生命终结都意味着灵魂消逝。一些古老的家族或黑魔法师能在死后引导灵魂流向新的宿主，继续他们的权势和智慧。这种操控让人类的命运就像一个棋局，无论是幸运还是厄运，都可能是被操纵者悄悄安排的。
某些古老的家族能世代昌盛，你觉得这是靠世代相传的努力吗？不，背后可能有灵魂的操控。对他们来说，引导能量、调整灵魂场是巩固地位、操纵历史的关键。那我接着问，那是谁掌控这些灵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回答，有些是古老血脉的族长，有些是隐匿于世间的诡秘大师。他们通过这种能量维持自己的长久地位，追求永生，获取更多资源，或是……他就没有再说下去了。这个原因他想说，但又突然打住了。最后他说，这不是人情往来，而是能量与意志的博弈。当深渊回望之际，凡人只是舞台上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好了，这期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如果这个视频引起你的兴趣，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别忘了点赞、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的内容。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个视频见，谢谢大家。